他只是說了一句：“你怎麼又忘記幫我拿？”你卻像火藥被點燃。我哪次不幫你做事了？你是公主嗎？他只是說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又沒聽我講話？”你卻立刻臉一黑，冷冷回嗆：“你以為你是誰啊？我還得時時刻刻注意你要什麼。”你事後也許會後悔，甚至會自責，但那1秒鐘的爆炸來得又猛又快，就像一個不明按鈕被按下，情緒瞬間上膛，引爆。沒有人能阻止你，連你自己也不行。問題是，到底是什麼讓我們失控？而那個失控的一瞬間，真的不能暫停嗎？正平是個上班族，平常就壓力大。這天早上趕着出門，一邊穿鞋，一邊叮嚀太太：“幫我裝一下早餐，時間來不及了。”太太慢吞吞地說：“自己手沒長啊。”這句話像飛彈一樣打中正平的情緒中樞，正平怒火立刻升天：“我上班是為誰賺錢的？你連這點都做不到！”門啪一聲甩上，他氣着騎車上班，一整天都像被炸過，什麼都不順。晚上回家氣消了，回想早上的對話，他其實也知道太太那句話不是故意傷他，只是有點嘴碎。但那1秒，他沒有任何機會思考，只有本能的反應，情緒早就超車了。淑敏在會議中提出新點子，主管只是回了一句：“這個之前不是講過嗎？”他立刻感到臉燙心涼，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足。接下來整個會議他都默不作聲，回到位置後，甚至眼淚都在眼眶打轉。他不是不專業，只是這句話瞬間打中他，我很容易被否定的痛點。他不想玻璃心，但他真的忍不住難過。這不是理性的計算，而是情緒瞬間上線，自動掐斷理智。很多人以為爆炸是因為那句話太傷人，但真相是，我們之所以爆炸，是因為我們早就預設好怎麼爆了。每次的情緒爆發背後都是一連串的反應鏈：一、外界刺激，那句話；二、內在解讀，你是在否定我；三、自我對話，我是不是沒用；四、情緒高升，生氣、悲傷、羞辱感；五、行動表現，怒吼、冷戰、眼淚。我們以為是別人害我們生氣，其實是我們自己按下了情緒發動鍵。但好消息是，如果這是一個反應鏈，那就代表可以中斷，可以插入暫停鍵。很多人誤以為要修養就是不能生氣，要忍耐，甚至讓自己變成一座冰山。但真正健康的做法不是壓下情緒，而是給情緒一個空間暫停，觀察它，選擇怎麼回應。這就是情緒暫停鍵的力量。它不是壓抑，而是拉開距離；不是裝沒事，而是給自己喘口氣的機會。什麼時候該按下情緒暫停鍵？當你發現自己有以下反應時，就是該按下暫停鍵的警訊。突然語氣升高：“你到底懂不懂？”心跳加速，呼吸急促，腦中一瞬間浮出：“我就是這麼沒用”或“他根本不尊重我”。想立刻打字回訊發文反擊，忍不住想甩門走人，不想溝通。這些都是情緒已經啟動的警報器。這時你唯一的任務不是解釋，不是回應，不是辯駁，而是先停下來。按下暫停鍵後會發生什麼事？當你能多出3秒鐘去覺察，你會發現有些話根本不是針對你，是你解讀成那樣。有些情緒不是現在的事，是過去的傷痛投射。有些怒氣不是不能講，只是不用現在講。你會開始明白，
不是每一個讓你不舒服的人都值得你炸給他看，也不是每一句刺耳的話都要馬上回應。你終於開始從反射變成選擇。情緒來時的3句暫停對白，讓你脫離爆炸現場。你不需要修成仙，也不需要冷漠無情，你只需要在情緒快炸的時候，對自己說這3句話中的任一句，就能產生驚人差異。1. 這只是情緒，不是指令。你可以有感覺，但不一定要照感覺行動。2. 我現在很想回嘴，但我可以等等。你不需要現在就贏，也許等等才有解。3. 我不是這句話，我有選擇。別讓一句話決定你是誰，決定你的一整天。結語：情緒是火，但你手上有滅火器。每個人都會被話語傷到，會覺得委屈、失控、萎縮或憤怒。這並不可恥，也不表示你不夠成熟。真正的關鍵是，當情緒來襲時，你能不能按下暫停鍵，不讓自己在情緒的推動下做出後悔的選擇。你不是不能爆炸，而是可以選擇何時怎麼表達自己。情緒不是敵人，它是提醒你內心有話想說的朋友。但你要做的不是讓他當司機，而是讓他坐副駕，陪你看清楚真正的路。因為真正有力量的人，不是永遠不生氣，而是生氣時還能選擇怎麼愛人、愛自己。